厕所里，萨拉点燃一根火柴，开始烧着手中的缝衣针消毒。他深吸一口气，准备缝合胳膊上被撕裂的一道长长伤口。可尝试好几次，始终都没有勇气下手。他重重地拍击着厕所门，终于一咬牙，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一针一针地刺进了肉里。为了不被人发现，萨拉全程都忍着剧痛，没有发出一丝丝的叫声。他之所以不敢去医院，是因为身上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只要将这个秘密公布于众，现任总统卡罗琳就必将下台，而这也成为了他遭到追杀的直接原因。在这个世界上，萨拉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深爱的麦克，可一遍遍地拨打着麦克的电话，对方却始终无人接听。直到他在电视上看到麦克兄弟俩被捕的新闻，萨拉整个人瞬间懵了。这也就意味着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他回到旅馆，取出刀片，开始一遍遍模拟着割掉长发的样子。为了不被人认出来，他不得不忍痛割掉心爱的长发，然后扔掉手机以及银行卡和身份证，开始了逃亡生活。另一边，麦克和林肯被抓的消息登上了新闻头条，调查小组的人无不拍手称快，但马红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一旦兄弟俩被拉回华盛顿，整个公司的龌龊行径就势必会被抖出来。小领导吉姆也打来电话，让马红无论如何也要在押送的路上弄死他们。当天下午，麦克兄弟俩被启动了押送程序，一群警察全副武装，看似滴水不漏。与此同时，吉姆那边也安排妥当，他们会给马红制造机会，到时候只要趁乱向逃跑的兄弟俩开枪就够了。紧接着又打电话给卡罗曼，明面上是让他一起协助马红杀人，暗地里却指示马红让他到时候确保一颗不长眼的子弹，在混乱中将卡罗曼也一起干掉。很快，押送的车辆行驶到一处隧道，果然前方一辆大卡车抛锚挡住了去路，所有警察都冲到前面去帮忙。这一波操作着实把麦克整懵了，他们不会是想把大卡车抬走吧？更让他摸不着头脑的是，看守两兄弟的人也被叫过去帮忙。临走的时候，手铐钥匙还正好落在了座位上，并且对面涵洞的门也开着。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估计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赤裸裸的想放他们跑啊！然而兄弟俩却陷入了无比纠结之中。不跑的话，林肯回到监狱也是死刑，而麦克也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跑的话，就相当于给了马红开枪射杀的许可，但总归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权衡之后，兄弟俩决定拼死一搏。Here we go. Here we go. Copy that. We're on. Heads up. Hold traffic.林肯率先翻过栏杆，麦克紧随其后。生死一瞬间，两人成功逃进了涵洞，可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死胡同。马红在后面穷追不舍，卡罗曼堵住了出口。兄弟俩知道自己已经插翅难飞，可就在马红即将开枪的关键时刻，卡罗曼抢先出手，而倒下的却是一脸茫然的马红。President Reynolds ruined your life. She ruined my life. You want to take the bitch down? You just found your inside man, but it's got to be right now. Let's go! 原来卡罗曼深知自己的处境，现在的他已经被系统除名，下一步就该是人间蒸发了，还不如联合麦克兄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靠着他情报局特工的身份，三人一路畅通无阻，成功来到了蒙大拿的一间偏僻小屋，而这里被关着的正是总统卡洛琳假死的弟弟斯蒂曼。如果他一旦出现在大众视野，想必总统和公司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吧。 You look pretty good for a dead man. Get in the car! Wait. Who's there? It's Keller. He's got Stenton. Do not let him escape. Kill Stenton. Kill them all.